盐焗鸡有300多年历史，用盐炒盐把它来焗的。相传客家人在南迁途中，活禽不便携带，将其宰杀后放入盐包中，便于长期储存。食用时再用沙包煨熟，就成为了著名的盐焗鸡。高燕来做的最好，客人最喜欢吃的就是用传统方法做的盐焗鸡。我爸、我爷那个年代他们怎样做，我们必须要找回以前的味道，就是老祖宗的味道。这个鸡放到上面，尽量保持食材的原味儿，是高燕来做菜的原则。现在是高火，等一下就是中火。慢一点就是小火，整个过程45分钟。好了，做好的盐焗鸡，打开外包的纸，一股浓香喷薄而出，淡黄色的鸡身让人食指大动，恨不得抓住就要下口。这时最适合趁热手撕。吃上一口，鸡肉淡咸嫩滑，骨头酥脆。高燕来除了做盐焗鸡拿手之外，另一道惠州客家的传统菜式也被他用来招待客人。做这道菜得用上好的鸭蛋，这里好多蛋呢。哇，这个蛋可以哦，那个蛋。青可蛋的钙质特别丰富。鸭蛋大小适中，里面包着蛋黄的膜也比较坚韧，非常适合做酿春。酿春在客地历史悠久，是为小朋友庆祝生日的专有食品。做酿春可是个细致活儿，高燕来做的时候，大气都不敢出一口。做个酿春给小孩吃，像春天一样生气勃勃，那个意义很深远。最主要的是不要把它的那个皮搞坏了，你搞破了以后，这肉馅它就不能包容在一起。好了，酿好了，开始煮了。做好的酿春满以粉丝下锅同煮。高燕来煮酿春也很讲究，这个水一定要煮开，才能放鸭蛋，慢火养熟。因为蛋白熟了，肉不熟；肉熟了，蛋白就老了。酿春煮熟之后，鸭蛋粉丝的白与葱花的绿相映成趣，既清且淡。蛋解了肉的腻，肉增了蛋的香，粉丝完全就是配角。一口粉丝，一口蛋，再喝一口汤，春天就像在嘴边萦绕。老广们追求的是食材的原汁原味儿，好的食材只需一点点盐，便能激发食材的本味。淳朴纯味才是真性情。五味调和是境界，是理解，是手段，是中庸之道。陆河的客家人不经意之间一直在实践着。每天中午，刘世勇的擂茶店就会迎来大批的顾客，夫妻俩忙得不可开交。1990年，陆河人刘世勇从学校出来做建材生意，因为年纪太小，做生意不上路，又转做餐饮。1年前才从家乡到这里开了这家擂茶店。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把我们这个陆河的擂茶，能够让更加多的人能够吃到这个美味的食品。没想到一做呢，就这么火了。
我们每天呢要像卖擂茶是有500-600碗的。好，还打包。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吃擂茶？擂茶是用什么原料制作的呢？汕尾陆河是榕江和罗河水系发源地，具有独特的客家风情和古老文化，有客俗桃源之称。我们这里呢，大家都吃擂茶，每家每户都会做的，都是上祖一辈一辈这样来传下来的。冬至大过年，刘世勇也从深圳赶回来，和家里人一起过节。这次回家，刘世勇想要做一次特别口味的陆河擂茶给家人品尝。陆河擂茶已经有近400年历史，是客家擂茶的传承和异化，是在最初的药饮方式上改良而得，是我国最早的饮茶方式。陆河四面环山，刘世勇要到山上找一种当地人才会用的植物。这是我们要找的枫树叶，我们可以采一点那个枫树芽。枫树叶，中医认为其具有祛风除湿、行气止痛的功效。刘世勇采集完足够的用量，又来到一片菜地。这个是艾草，艾草呢就是清明之前的艾草，它是最好吃的。擂茶里面如果少了艾草的话，就不称作是油茶了。通常说的陆河擂茶有2种，只用花生、芝麻和茶叶做的叫擂茶，用新鲜植物叶子做的称为油茶。陆河人最喜欢做好擂茶，喊上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一起聊天吃茶，是打发闲暇时光、沟通感情的最好方式。我们陆河人呢，爱喝擂茶，像这个珍珠菜、三不合之类，我们在门前屋后都有种一些来做这个擂茶的材料。陆河擂茶一般使用艾草、薄荷、紫苏等当地常见的中草药为原料，所以被认为具有清凉解暑、健脾养胃、滋补长寿等保健功能。正是发现了擂茶的功效，刘世勇于2013年在当地开了一家擂茶店。在刚开店时，刘世勇做的擂茶味道其实并不好。做擂茶的8、9种材料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做出来的味道不太好喝，所以呢，我就去问一下那些年长者。阿叔，去探索呀？還有學樓馬，學樓馬，還有呢楓樹葉也可以。楓樹，楓樹葉，對，都可以做。係啊。這個材料呢要30種。呢種客家居域多崇山峻岭，张力流行，加上要经常劳作，喝茶不可能过于精细，所以擂茶在当地非常盛行。在农村，男人在田间地头劳作，女人做好擂茶为丈夫送饭是常见的风景。好，海鲜点位，好，拜拜。新鲜的油茶原料炒熟，去除腥味。刘世勇将炒熟的原料放入内面带槽的瓦钵，用木棍冲倒。这是一根擂茶棍，是用山桑子木或者是樟木，在擂茶钵里面搅的时候会产生了粉末，这些粉末你把它吃掉就可以了。客家人吃擂茶呢，中午那一餐是为主食，上午10点钟或者下午3点钟这一餐呢，当做这个点心，
制作油茶的各种材料没有固定的配比，根据个人口味可多可少，直到各种配料完全捣碎，倒入开水搅拌均匀，油茶就做成了。刚做好的油茶，颜色翠绿，气味芬芳馥郁，味道复杂。来，大家来，按脚啊！对。我们炒好的菜呢，又可以掺在一起吃，可分可素。薄荷的清凉，艾草的苦，珍珠菜的甘混合在一起，饮之层次丰富，既能解除油腻，又能让肠胃清爽。佐以炒米、花生仁、青菜等料，更是色香味俱佳。擂茶，取之于山野，烹之于征途，是客家人的瑰宝，是跋涉者的源泉。陆河擂茶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，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。食物和五脏之间有座桥梁，吃对味儿了，五味与五脏相合相生。做菜如能做到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，将是做菜的最高境界。人生在世，五味杂陈，如同烹饪，也许五味俱全的人生才算完整。